香港经历过几次经济转型，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前，从渔港转为港口贸易，再转制造业。50年代，香港制造业蓬勃发展，经济起飞，成为亚洲4小龙之一。今天将会介绍土瓜湾，了解香港工业时期。土瓜湾位于九龙区，发展前是一个荒芜的地方，只有少数村落。因为接近海岸，为了方便水路运输，这里开始设立工厂，成为香港的工业区之一。而工厂需要大量劳工，在邻近设立不少廉价之屋，让土瓜湾发展成工厂及住宅区，成为工业与社区互相依存的特别关系。也因为这样，土瓜湾多数为山寨厂。这里的山寨厂并非指假的工厂，而是指50、60年代香港兴起的小型工厂，规模小，人数通常只有几十人。在战前时期，土瓜湾多数以烟雾性和危险工业为主，例如皮革、皮毛、牛骨和炮仗。其中在1908年，码头角启用牛房和屠房，但因为住户投诉卫生以及污染问题，1999年屠房关闭。现在则活化成牛棚艺术村，租借给独立艺术工作者或艺术团体，是香港仅存的战前牛只屠房，同时被列为2级历史建筑。而牛房和屠房为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，例如屠房外围上方的巴洛克风格荷兰式山墙，以及中式双筒瓦顶。当时牛房的设立也陆续造就其他制造业的发展。在战后时期，土瓜湾则以轻工业为主，例如棉织业和制衣业。其中13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土瓜湾13街也叫做码头角13街，是位于香港9楼的一系列街道名字，并非正式的名称。那这里呢，是由13条街道组合而成的，也成为了码头角的传统旧区，同时也是车房的集中地。13街街区由牧场街、码头角道2条主要道路，以及中间11条全直小街组成。这11条小街道以传统吉祥动物命名，例如龙图、凤仪、鹿鸣、林祥等等等等。英国租界新界后，在1920年代，港英政府在土瓜湾大规模发展工厂。早期这里有不少制造公模和机模的小型工厂，后来香港人口上升，住屋需求大增，13街发展成我们现在看见的唐楼群，地下为商铺，楼上为商住。不少地下铺保有通花铁闸，也就是这种人字形折闸，在50、60年代盛行。因为楼下店铺通常没有窗户，为了室内通风、透光，同时兼顾美观，在铁闸上凿通，形成不同花纹。有些店家还会将店名凿通在铁闸上。后来打铁扭花的手艺逐渐式微，加上现代卷闸较为节省空间，通花铁闸已是买少见少。由于13街临近启德机场，当时社区人来人往，充满生活气息。唐龙群也因为机场规定受到高度限制，为低矮结构。但随着经济转型，本地加工厂迁移，加上启德机场停用后，13街的店铺纷纷结业。拥有60年楼龄的唐龙群长期失修，也因为缺少升降机等生活设备，13街楼宇成为汤房户。但长期失修的楼宇衍生不少卫生及安全问题，许多13街居民希望政府可以致力重建该区域，但碍于业权分散，私人土地比例高，可发展楼面潜力也就是剩余地基比例低时，可以新建的额外单位不多，而且重建需要迁移居民以及商户，需要庞大预算实行项目。种种因素让13街重建计划缺乏财务诱因，导致计划遥遥无期。一直以来，住屋需求还有文化保育是香港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。
可惜大部分的现实考量局限于金钱利益。今天的13街看似冷清，但一些小巷传统店铺依然营业，承载着社区故事。当社区拆卸发展成商业化的石屎森林，我们的城市又剩下什么呢？13，即係佢3條街組成。但係我要講普通話，國語講可以。土瓜灣，我以為土瓜灣添。